一群人正从家往外走着，每个人的脸上都笑意盈盈。女人开口说道：“这时间可过得真快呀，你们明天还要继续上班吧？我真想跟你们聊到天亮。”男人开口了：“董事长如果愿意的话，可以经常过来聊天，也只有你过来了，我们才请得动这位大厨。”女孩赶紧说：“我哪是什么大厨呀，阿姨您快回家吧。”于是两人把这个女董事长送上了车，嘱咐道：“早点休息。”道完别后，董事长开车走了，只留下男人和女孩。男人看看女孩，说道：“你先在这里等一下，我去开车。”女孩只好在这里等，看来男人要送她回家了。这时，别墅里出来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，他看到了女孩，两人对视的那一刻，彼此都惊呆了。女孩反应过来之后，连忙逃跑，男人却说道：“站住！”只见他慢慢的朝女孩走了过来。他们是旧相识吗？男人说道：“你干嘛一见我就着急走？心里有事不敢面对我吗？”女孩说：“这话应该是我对你说，是你做了见不得人的事，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已经看得很清楚了。”男人看着固执的女孩，一言不发。这时，车开过来了，停到了女孩的跟前，是刚刚那个男人。女孩话也没说，干脆利索的上了男人的车，然后就走了，留下这个西装男一言不发的站在那里。他们应该是昔日的情侣吧，应该有什么误会，所以分开了。只见这个飞机头一脸不情愿的盯着那辆开走的车，但女孩已经走了，没有办法再追上去了。这时，一个打扮妖艳的女人提了个果篮，她窃窃私语道：“别以为只有程烨会耍手段，我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就看我怎么牺牲了，让你们看看我的厉害。”她正想着事情，看到远方驶来一辆车，是程烨的车。她躲到了草丛里边，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。车上，女孩有心事，男人问道：“怎么了？刚才少君又跟你说什么了？”女孩一脸不高兴。这边妖艳女说道：“有你好看的。”然后她就拿起手机拍下了两人在车里的一幕。女孩哭了，男人抱着她安慰道：“没事儿，放心，我会在你身边保护你的，别难过了。”女孩看到如此贴心的男人，说道：“没事。”第二天，办公室里，员工们在窃窃私语道：“我就说他不简单吧，要是没看到照片，我都不敢相信他竟然是这样的人。”女孩来上班，看到同事看她的眼神都不一样，难道是昨晚的照片传开了？她来到自己的座位旁边，看到电脑的屏幕被人传上了那张照片，是她昨天晚上和男人在车里的照片。看来同事们都以为她能当上科长是因为男人的关系。这边同事也议论道：“难怪这新人也能当科长，真是不简单哦。总务科的脸都被你给丢尽了，怎么会这样？”女孩实在待不下去了，她准备先跑出去，却被同事使出来的脚绊了一跤，摔到了地上。是昨天晚上那个妖艳女。妖艳女假装好心要扶她，女孩一把推了过去。妖艳女就装作摔倒的样子，可怜兮兮地说道：“你干什么呀？”只见她扶着自己的手，好像女孩把她推伤了一样。女孩说道：“你们不要这样看着我。”于是她一个人跑到了天台上面散心。办公室里，她实在没法往下待下去了，她哭了，一个人在天台上默默地流着眼泪。忽然后边伸出一双手扶在了她肩膀上，女孩站起来一看是董事长，她说道：“唐阿姨。”董事长说：“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怎么在这哭啊？”女孩说道：“我跟总裁之间真的没什么。”现在却没有一个人相信她。女孩跟着董事长回到了办公室，董事长贴心地递给她一张面纸，让她擦擦脸上的眼泪。董事长说道：“我知道你心里委屈，可是躲在这哭能解决问题吗？不是让对方称心如意了吗？”女孩这才想明白，我也可以做得到吗？董事长说：“当然可以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教你。”女孩想着：“好吧，阿姨。”
我愿意像您说的那样，试着去改变我自己。董事长满意的点点头。这边一家3口正在湖边看风景，女儿推着父亲，父亲坐在轮椅上。他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男人说道：“我要去洗手间。”女孩只好叫道：“伯母，我去陪伯父上厕所，您在这千万别走开。”女人说道：“我知道了，你们去吧。”女孩再次叮嘱道：“你千万别走，我们马上就回来。”原来这个女人是一个盲人。少君躲在后面鬼鬼祟祟的，他看到了这个女人，连忙走了过来。女人双手合十，站在湖边，祈祷着些什么。少君走到了女人跟前，他看了看女人身边的拐杖，他伸手拿起了女人的拐杖。女人说道：“美美，是你吗？你们上完洗手间了吗？”女人就开始找拐杖，却发现拐杖没了。男人说道：“拐杖在我这儿呢。”女人赶忙说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只见这个坏男人拿拐杖顶了一下女人，让她往前走。前面是湖，女人显然不敢走。这时，一个见义勇为的男人冲了出来，他骂道：“少君，你这个王八蛋！”少君看到男人冲过来，赶紧跑了。男人骂道：“有种你别跑！”还是被那个坏人跑了。男孩赶紧过来说道：“妈，你还好吗？”妈妈赶紧抱上了儿子。儿子说道：“这段时间让您受委屈了。”女人说：“小勇，你告诉妈，妈找到你好苦呀，你到底上哪儿去了？”男孩安慰道：“妈妈，我没事，你别哭了。”他问道：“妈，你的眼睛怎么了？你怎么看不见了？”这时，女孩推着男人也过来了。她一看到小勇，着急的就抱上了小勇。原来他们是一对情侣。女孩哭着说：“你终于回来了，你知道我们有多担心吗？”男孩赶紧说：“我想死你了，别哭了，傻丫头。”一旁的父亲看到这一幕，激动的流下了眼泪。女孩赶紧说：“你回来就好，你没事就好。”男人开口了：“小勇。”儿子赶紧过来跪下说道：“爸，儿子不孝，这段时间没能照顾您，您身体好些了吗？”男人说道：“回来就好。”他摸着儿子的手，然后开口道：“老伴儿啊，美美，我们小勇他真的回来了。”女人说道：“他一定不会丢下我们不管的。我和你爸呀，天天到这湖边来散步，我们就预感到你会回来的，灵不灵啊，老伴儿？”男人点点头：“灵，都让你给说中了。一家3口团聚真好。”女人问道：“你到哪儿去了？怎么到现在才回来？”男孩有苦难言，说道：“我一时解释不清楚，幸亏这段时间爸的身体好了很多。妈，你是怎么了？你的眼睛怎么看不见了？”男人说道：“小勇啊，发生了很多事，咱们回家再说吧。”